大家好，这里是梅梅音乐平台，回答网友歌唱问题，我是梅梅。今天呢，我们接到这样一个问题，那有网友是这样说的：梅梅老师，歌星呢，我看到也扯着脖子，青筋爆裂的唱歌，为什么？小哥费玉清他唱歌的时候，偶尔有的时候这个脖子呢也会抬起来。然后有朋友也留言跟我说，你看李健唱歌也唱得很好，也那么红，但是我上次看他唱那个在水一方啊，他的脖子也有抬起来呀。还有邓丽君啊，我们的天皇巨星邓丽君小姐，她唱歌的时候呢，在表演当中也经常会有这种抬脖子这么仰着脖子的或者那样子的动作。我想说，其实你们看到的是表面，那让我来分析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小哥他有时候会有一个习惯，会往上抬脖子。其实以前也有，就是他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人采访过他。那小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多年的一个习惯，但是呢，他改不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想改来着，但他改不了。可是为什么他的这个他有了这个抬脖子的习惯，他还可以唱出那么好听的歌呢？因为他在抬的时候啊，和我们这个学唱歌的很多朋友不一样。我们很多学唱歌的朋友在抬脖子的这个同时呢，是这样，是梗着脖子就使劲儿的那种感觉。那小哥呢，他是可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唱的时候他会控制自己，让自己这个地方是放松的，但是他微微的会有一种，总是觉得不稍微这么起来一点点，他还比较不是那么适应，那么舒服那个感觉，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习惯。那我认为呢，这种习惯呢，并没有给他的这种喉咙啊、声带啊带来一种损害。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总要看别人的优点嘛，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就是说，歌星他也不是完美的，所以说不要总是学人家的一些缺陷，而是尽量的往对的、好的方向去学，好的地方去看嘛。那还有就是说提到这个李健。那实际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影片，李健在水一方的这个，他好像是在《我是歌手》里面的这个节目唱的时候，他是有抬一个这个脖子往起来撑一下子，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动作，抒发情感的一个表情，对他来讲，他并没有，他也是很轻的、轻轻的推出去，并没有说撑着脖子，然后很用力、很紧张，完全是没有，所以根本就不足以对他的这种发声啊、唱歌造成一种伤害。那谈到邓丽君是特别特殊的一个。那么邓丽君唱歌呢，她有的时候真的是，把一些音呢是特别用一种嗓子的喉咙的声音要调一下啊，要转一下音，它会有一个哭腔的音，或者是有一点点那个，它总会有一个哭腔的音，颤音之后有一个哭腔的音再蹭一下那种感觉。我们就拿千言万语来说哈，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它的尾音这一下就是滑到这个嘴巴口腔里的。千言上面也有，但是嘴巴里的声音也有，所以它的很多音呢是有很轻巧的、很轻柔的音，但是也有很多一些就是比较蹭一下的、比较硬一点的音，来装饰它这首歌的一些音色，这也是它的一个转音的特色。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牵扯到流行歌曲现在擅长用的所谓说的那种滚喉音，也就是流行歌曲的审美。那这个呢，在下一个影片里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判断的标准呢，不是说以谁是歌星说了算，或者说因为他名气大他可能就说的一定是对的。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就是整个的人体发声的一个muscle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的认识点。那至于呢，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做的多一些，对的多一些，有些人会对的少一些。那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当初在唱片公司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我们公司呢，就是按照我的那个音域来帮我写的一些歌，比如说我最高音唱到多少，最低音多少。其实那时候有好多一些最高的一些音啊，或者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并没有完全的攻克。但是呢，由于公司它会掌握到你的这个音域，还有就是了解你
擅长唱一些什么样风格啊，什么样感觉的歌。那他对你做了一个包装以后呢，外界的朋友在听到你的歌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啊很好听，不错，就很难找到这个瑕疵。所以它跟一个后期的制作和包装也非常有紧密的联系。虽然我本人呢是流行歌手出身，但是呢近些年来我特别在研究上海老歌，同时呢也非常关注很多古典音乐。我经常看很多古典音乐会，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那一位盲人歌手 Bocelli。那就是我在看他的现场演出的时候，真的可以说热血沸腾，就激动了。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如今年龄这么大了哈，在整场的音乐会近3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竟然就是找不到一个字是有瑕疵的。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这么多的演出连续，而且是每天演出巡演的时候，整个在全世界巡演的时候，人的这个体力呀、状态呀，都要算进去。那我就觉得下面的那些观众看到他真的是可以说为之疯狂，都不夸张的，真的，我们都很激动。而且那种激动不是说下面那种乱喊乱叫的激动哈，只是看一个热闹，是发自内心的被他的这种歌声所震撼，被他的整个的他的这个乐团跟他一起的合作，就是真的是那种音乐上的给予，那种他的highlight 我那种各方面的修养，就是让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对他的那种折服。我经常在歌唱班教课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一些学生讲，我说虽然你们是来学流行歌曲，但是呢，我特别推荐他们经常听一些古典的音乐啦，古典的音乐的唱法。不光是去借鉴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流行歌曲的训练和审美当中呢，希望他们也能够形成一种就是一些艺术歌曲的一种严谨的态度。所以呢，我就经常会让他们去看这方面的音乐会，我也会推荐给他们。同时呢，在另外一方面说来呢，我觉得歌唱作品、音乐作品的表达，它也不是说，特别是流行歌，不是说紧盯着说，一切事情都要1对1、2对2，就是完全是要不能有一点瑕疵，全都是对的，你就能唱出好听的歌，它又未必。所以流行歌曲它有很多的里面的这种不同的风格，同时呢，它对演绎的这种效果也有相对不同的这种弹性，也就是说不同于艺术歌曲的一些弹性。我们往往听到一些歌手演绎的时候，他可能在技术层面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感情非常非常的投入，然后那种乐感特别好，就是当我们听到之后，完全忽略了他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瑕疵，他的这种歌声也让我们非常的享受。那作为我现在来说呢，我可能会就说这样的作品我也非常的接受，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就是艺术歌曲的接触之后呢，我就更加渴望和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到既有一种就是唱歌的那种味道、感觉、风格的鲜明，那同时呢又有这些艺术歌唱者的这种技术上的严谨。这种方式如果达到合二为一的那种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歌手就太完美了。就是我喜欢波切利，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会唱一些就是时下的一些世界的一些流行的歌曲的名曲，他是用美声方法去演绎的。但是他演绎的呢，给人感觉不会离你的生活很遥远，也不会让你觉得太严肃了，好像你觉得还不是很亲民了。你还会觉得在那种高雅的当中，有一种透露着一种那种平民化的那种文化，分享给你们，分享给我们大家，然后让我们又有一种就是觉得那个去接受这样子的音乐的门槛并不是很高，然后又让我们在其中呢能够去享受，然后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音乐的修养和判断。所以呢，在此我们也做一个总结，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不能够迷信歌星如何如何，因为我们判断这件事情的对与错，不是以歌星为标准，而是看你真正的那种肌肉在你整个身体上的一个协调、一个变化，是一个科学的发生的一个通道，以这个来为标准。再一个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看每位歌手
包括歌星，要尽量看他们的优点，因为人无完人，每个人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一定的阶段，在某一个时刻有他的很多的优点，同时呢，也有他的一些缺点、缺陷并存。所以这就是人嘛，这也就要求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学习当中、演唱当中，包括很多歌星，他一边他已经成名了，但是他还是在学习呀、训练呀，也在不断的进步啊。你看他们早期的作品是怎样的表达，然后再过很多年之后呢，他们又会变很多的方法，然后又不知不觉中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变化，展现在您面前的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这个歌唱的 muscle 的形成技术方面，每个人只要坚持训练，不断坚持下去呢，都会在进步当中。希望呢，第一次走进我平台的朋友，如果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希望您帮我按赞、点一个订阅，当然别忘记了打开您的小铃铛，这样呢，我们有新节目的时候，您就可以收看到了。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